什么东西啊？难道有野兽？我特意闭气演练了身形，他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发现我，厉害呀！他走到白衣男子身前，俯身查看他的伤口。大胆的女人，你竟敢对本……别动！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没看到我要给你治伤吗？心里没点数吗？你啊，不会是你的仇家追来了吧？需不需要保护你啊？你不用害怕，是我的人来了。哦，那就好，我还有急事儿呢，先走了。殿下，属下们来迟，请殿下责罚。混账！谁让你们来的这么晚？黑衣男人的指尖摩挲着帕子上2个娟秀的小字“袁瑶”。颜元瑶来到上次采草药的那片树林时，已近黄昏。踏足森林时，颜元瑶总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，但凭着周遭的气息，似乎觉得又是自己多心了。见天色即将暗下来，颜元瑶迅速找到了一些秋日需要的药材，收起后便往回走。哎，这日子过。颜元瑶走了没几步，迎面走来3名身形高壮的男人。颜元瑶自然也知道自己被这3人盯上了。小妹妹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呀？要不要哥哥送你啊？滚！轻松解决掉3名男子。颜元瑶在一些药铺内游走了1个多时辰，顺利买了一些偏门的药材后，进了一家茶庄。进门，茶小二问：“姑娘，是坐大厅还是包间？”包间。茶小二点头，连忙带着年元瑶去了3楼的包间。整个茶庄的3楼全部都是包间。年元瑶跟在茶小二的身后，走了没几步，一间包间的门忽地打开。您。门口的一名男子身着一身劲装，忽地指着年元瑶，刚说了1个字，便生生憋了回去，往回看屋里的人。年元瑶脚步顿住，看了眼这名陌生的男子。男子被年元瑶看着有些不自在，干咳了一声，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传来后，立即闪身站到了后面。年元瑶偏眸，在看到屋内的人越走越近后，稍稍一愣，只觉得有些眼熟，但一时竟有些想不起来。怎么，救命恩人不记得我了？救命恩人？听到这声音，年元瑶才忽地想了起来，眼前这个男子是那日在森林之中的受伤男子。见自己与这男子巧遇，年元瑶嘴角一勾，露出一抹清浅无害的笑容。你的伤如何了？不太好。男子微微拧眉，唇角却浮现一丝微微的笑意。瞥见这抹笑，年元瑶有一瞬的失神。你刚才说你的伤不太好。你要不要帮我看看？好啊。在男子的指引下，跟着进了男子的包间。入座后，男子身旁的护卫林朝刚准备给年元瑶倒水，却见男子已先一步端起了茶壶，倒了一杯水，递到了年元瑶的面前。林朝见状，面露吃惊之色，真是变天了呀！自家殿下居然亲自给人倒水了。年元瑶喝了口茶，看向男子：“你把衣服脱了，你不是要检查伤口吗？”年元瑶见男子一动不动，秀眉微拧。男子闻言，神情微微一怔：“我指的不是外伤。”那是……年元瑶的话刚出口，便忽地想起那日见到男子时，他胸口流出的黑色血液，他体内的毒素已经在他身体内蛰伏多年了。一提到这个，手给我。男子伸出手，年元瑶掏出随身携带的银针，取了男子一丝指尖血，倒入一个干净的茶杯之中。整整1炷香的时间，年元瑶才收起了银针。护卫林朝忍不住先开了口：“怎么样？你中的毒是鬼血虫的毒吧？”年元瑶虽是疑问句，可语气内却是十分的笃定。你会解毒？年元瑶张了张嘴，对于这个蛊毒，他倒是有几分把握，但这毒性已久，解毒并非一夕之间的事情。况且他并不熟悉眼前的人，所以不能轻易的应允此事。你若能解我的毒，我便许你任何条件。啊？
年元瑶抬眼看着男子如此笃定的模样，微微咬了咬唇。任何条件都可以。从茶庄出来的时候，年元瑶的手里多了一份契约，他答应给那男子解毒，而解毒期间他可以提任何条件。殿下，看来明神道人说的是对的。前段时间殿下的贵人新黄星将士，殿下所受10年蛊毒之苦即将就要终结了。风玄庭站在窗边，黑色的眸子静若幽湖，视线静静地望着街市处那抹远去的身影。哼，暖暖，这个名字很好啊。入夜，颜元瑶正在房间内研究鬼血虫的解毒方法。收起这些毒液，颜元瑶站起身来。暖暖，是我。熟悉的声音在颜元瑶的耳边传来。听到这声音，颜元瑶收起匕首，走到一旁，点燃一支烛火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毒发了。男子见到颜元瑶后有些安心，不等颜元瑶说什么，自顾自地走到旁边的床榻上，整个人躺了下来。喂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啊？你知道我的身份？我躺会儿，你帮我解毒。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就该知道如今我与玄王有着婚约。你这般贸然闯进我的房间，与理不合。话毕，床榻上的男子睁开了眼。你倒是清楚自己的立场。你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床榻上的男子轻笑，没有说话。颜元瑶见他露出这种表情，若不是男子的脸色越加苍白，他可真要以为他现在是轻松之身，并没有毒发。鬼血虫的毒，我还未研制出解药，只能用我调制的毒液以毒攻毒，暂时压制一段时间。颜元瑶话毕，递给男子一个小瓶子。你先将它喝了，我再为你施针。过程中我会守着你，不会让你就此丧命。你怎么样？男子醒来时，只觉得昨夜涌在心头的气血已经全部被压了下去，体内变得舒畅清明。想罢，男子看了眼年元瑶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天马上亮了，你快走。你说什么？年元瑶的房间里有男人的声音？是的，奴婢亲耳听见大小姐和一个男神在屋里说话。好啊，我正愁没机会报了上次的仇呢。年元瑶这个小贱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身为未来的玄王妃，与人私通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！乐云，我们现在就去碧落阁堵着年元瑶和那个野男人，你再遣人去一趟老爷那里，还有嘉王府禀报一声。今日我要亲眼见着那个小贱人死无葬身之地！狗奴才，你们都给我闪开！见是正事来了，姚蹙眉。你想办法离开，我先出去了。郑姨娘，腿好了，走利索了。这一大清早的，你发什么疯呢？哟，大小姐起得够早的，她是昨晚一夜都没闲着吧？郑姨娘真厉害，连我一夜没睡都知道。这回你来干嘛的？叮嘱我早点休息吗？年元瑶，你要不要脸呀？身为闺中女子，未来的玄王妃，竟在闺房里偷藏男人，你如何对得起玄王殿下？又将我们护国公府的脸面放在哪里？娘这是在说什么？大姐怎么会在房间里藏野男人呢？婉秀，怎么回事？嘉王殿下在此，不可胡言乱语。老爷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妾身哪里敢在这里胡说八道呀？妾身也是有了确凿的把握，才敢如此的说的。元瑶，你怎么说？父亲，这么一大盆脏水泼下来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反正郑姨娘是铁了心看女儿不顺眼，时不时就来闹上一场了。老爷，你别听大小姐在这里颠倒是非，妾身刚才说了是有确凿把握的，否则你借妾身10个胆子，妾身也不敢拿这个冤枉大小姐。父亲，娘亲的话是或不是，派人进去搜一搜就是了，不要在这里纠结了。国公大人，此事事关皇家声誉，还请国公大人严惩。来人，去搜！等等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元儿是清清白白的，
你们又是搜房，又是说有野男人的，是存心要抹黑我元儿吗？凤英，你莫要阻拦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嘉王殿下也在场，你莫要冲撞了嘉王殿下。娘，你让开，让他们搜。见年元瑶做这个动作，郑氏的心忽地不安了起来。元瑶，你肯如此坦荡的让我们搜，为父便也放宽心了。今日事情闹了出来，总要有个结果才能收场。父亲，那若进去搜了没人，郑姨娘该如何处置呢？为父会处置他的。怎么处置呢？大小姐，你百般阻拦搜查，是不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？我记得你的房间里有个后窗吧？娘，你别说了，等父亲搜查过后再做定论吧。谨心相信姐姐不会这样的。老爷，妾身今日如此大张旗鼓，也是为了府中清誉以及皇室的脸面。若等等搜查过来，真的是妾身冤枉了大小姐。妾身自愿交出后院的掌家之权，每日跪在碧落阁门前半日，以表歉意。好。严成明一口应下，话落，严成明扫了一眼身旁的年府护卫，进去搜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没人？回禀老爷，大小姐的床榻上躺着一个男人。年月瑶忽的脑壳一疼，微微拧了拧眉，心中暗骂：臭男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忽然透露出牌呢？老爷，你看妾身说的没错吧？要不是妾身来得早，堵在这门口，或许那野男人就跑了。大小姐身为未来的玄王妃，做出此事，真是令我们护国公府难堪啊！大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嘉王殿下恕罪，逆女干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老臣绝不姑息，还请嘉王殿下莫要迁怒于府中其他人。国公大人放心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今日之事你且在府中解决即可。父皇那里，本王不会吐露半分实情的。多谢嘉王殿下。逆女，我真没想到我们年家竟会出你此等下贱之人。吵死了！老爷，你看这个奸夫还敢出来说话。话落，只见一道颀长的身影缓步从年元瑶的房间内走出，姿态雍容，容貌如画。在看清眼前的人时，严成明手中的剑忽地哐啷一声掉落在地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风家和同样是一脸震惊，心头是满满的诧异。国公大人这是要打杀谁啊？扑通一声，严成明忽地跪倒在地，拜见玄王殿下。严元瑶眉角一抽，意外在森林里救的男子竟然是玄王这尊大佛，怪不得他会知道自己的底细，如今看来也不奇怪了。风玄庭触及到了年元瑶的视线，挑了挑眉，似乎心情还不错的样子。怎么了？这家王都认证了眼前之人，一旁的郑氏忽的脚下一软，差点就要晕了过去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跪下！拜见玄王殿下。哼，本王路过护国公府，有些累了，便在未来王妃的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。方才是谁一口一个野男人，奸夫的唤着本王。殿下，您突然来了元瑶这里，引起了贱妾的误会，才闹出了如此一出，还请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贱妾这回吧。是啊，玄王殿下，贱妾也是为了您的声誉着想啊。如今是一场误会，那也再好不过了。何时一个贱妾都敢在本王面前说话？是，还不快闭嘴！风家和见年成明等人有些下不来台，出声劝阻。三哥，今日一事是场误会，既然年大小姐没受什么伤害，不如就此作罢吧。本王未来的王妃差点就被打杀了，此事如何作罢？就算年元瑶是真的找了奸夫，那也该由本王来处置，轮不到旁人。风玄庭温声警告，话毕又好心的补充一句：本王一贯这么不讲道理。一直看戏的年元瑶见到刚才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嘴脸，
这会儿全部吃了瘪不敢说话，一力的忍着笑意。谁说玄王很可怕的？看起来明明很可爱嘛。玄王殿下，今日事出有因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姐姐房间里的人会是玄王殿下，所谓不知者无罪，请殿下放过我父亲和母亲吧，锦心愿意受任何惩罚。年锦心故意找准时机开口，一番话尽量说的显得自己温柔可人又善解人意，希望风玄庭能注意到自己。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年锦心如鲠在喉，见自己被玄王如此羞辱，当场羞红了脸。三哥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混货！你一大清早就出现在此，没想过是何原因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。风家和仔细斟酌了一下风玄庭的话，原来如此。今日一早，他便被找来护国公府当枪使了。元瑶，事情皆因你而起，你来说句话吧。方才在搜房之前，郑姨娘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话吗？大小姐，是贱妾错了，贱妾愿意交出掌家之权，也愿意每日跪在碧落阁前给大小姐请罪。好，元瑶，你郑姨娘愿意受罚。玄王殿下，你觉得呢？罚跪而已，不够诚心。那国公大人这位贱妾能说会道的本事，今日真是让本王开了眼界。可这声音实属聒噪，本王不想再听见。是，在正式受刑期间，老臣会命人将正式的嘴封上，不会叨扰殿下和大小姐。哦，本王刚想说拿抹布堵上便是，没想到国公大人对待自己的爱妾如此狠心啊。也罢，既然国公大人都这么说了，本王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。那么即日起至本王与王妃大婚时，正是须得每日缝着嘴跪在碧落阁前，一日都不能停歇。还不快谢谢玄王殿下不杀之恩。贱妾谢玄王殿下不杀之恩。本王先走了，以后有事便拿着令牌来玄王府找本王。多谢殿下。风玄庭话落，没有在碧落阁继续逗留，一个飞身，眨眼便消失在了碧落阁内。年元瑶和邱氏坐在椅子上，对面正坐着郑氏和年锦心等人。郑氏，怎么回事？老爷，妾身也不知道呀，妾身也觉得莫名其妙的。莫名其妙？你既然不知情，为何偷偷让你院子里的人运尸体出去？你这不是做贼心虚吗？郑姨娘，以你的性格，不是你做的，你必定会大闹一场，断然不会让人偷偷摸摸运尸体出去。你，大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谁又知道这尸体不是你扔在我们院子里的？我好好的扔尸体到你院里做什么？兴许是大小姐故意杀了人来冤枉妾身的呢。又是哪个活腻了的东西在冤枉本王的王妃？拜见玄王殿下，玄王殿下大驾光临，老臣有失远迎，不知殿下今日前来所为何事？本王近日所得2件珍宝，今日得空便前来送与王妃。这是殿下，这莫非是青缕玉枕和玉兰珠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年元瑶现在活得如此风光？元瑶，还不快来谢谢玄王殿下！多谢玄王殿下。礼物带到，本王便也不多留了。恭送玄王殿下。对了，方才是谁在说元瑶杀了人？殿下，都是一场误会。哦，国公大人，你的贱妾屡屡以下犯上，你都没有所作为吗？老臣，请玄王殿下明鉴。殿下，昨夜府中突然来了刺客，也不知怎么死在了郑氏的院子里，后来他便让就是将后半夜王虎拉着泔水桶一事一一道来。
姐姐，妾身真是冤枉呀！好好的刺客死在妾身的院子里，妾身这些日子每日都如坐针毡，怕无端招惹了是非，才让王虎将尸体运走，免惹是非的。哎，这府中突然来了刺客，已是令人惶恐，无端死在正室院子里，更是令人坐立难安呀。其实只要查一查刺客的来源，便知道了。灵犀，动用本王的隐卫去查一查。殿下，说了这么久，不如与元瑶一同去花园喝杯茶吧。殿下每每一出现，那正是天下的和丢了魂一样，真是好笑。他不做亏心事，自然不必如此怕本王。难道殿下不知道你的传闻吗？那你难道不怕本王吗？殿下的命如今拴在我手里，我不怕你。颜元瑶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与本王说话的人。是吗？那真是我的荣幸。后日是本王的毒发之日。我还未调配出解药，总是差那么一味药。何药？我也说不准，只是如今我手头上能接触到的药材大多平庸，不知你是否知道哪里能有大量的珍稀药材？碧波潭边的天山上。好，你要和我一起去吗？不了，本王相信你的实力。大小姐，管家，昨夜之事多亏了管家以及令公子啊，为大小姐做事，小男心甘情愿。这天黑了，大小姐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一趟碧波潭，府中可有马匹？啊，马匹是有，只是这么晚，大小姐出门有些不安全，不如让俊堂陪着你去。不必了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你去给我挑一匹温顺点的马儿即可。殿下，您不是说不跟着年大小姐去天山吗？为何又偷偷跟着去了？本王乐意。天黑路难寻，颜元瑶一直在天快亮时，才来到了碧波潭旁边的天山脚下。风轩听说这个天山上有许多珍稀的药材，果然没有骗他。怪不得有些冷，原来这山上竟然在下雪。小黑乖，姐姐只是想找一些药材来做解药救人的，你去通知一下你的主人好不好？让姐姐找一些药材，行不行？姐姐不会白拿的，姐姐会付钱的。喏，姐姐可是带了雪山之玉打磨而成的青缕玉枕和玉牙梳来的。殿下，这年大小姐竟然会愿意拿这么珍贵的宝贝来换药材，莫非真是一诊人心啊？不，她用本王赠的东西来救本王的命，是不想欠本王的人情，而是要本王欠着她。风轩庭微微眯眼，暗道：年元瑶果真是只小狐狸，只要他永远欠着他，他就永远有一丝筹码与保障。年锦溪，鞋子里藏了那么多银针，你走了这么多路都没发现，偏偏跳舞的时候发现，是想当着众人的面陷害你的嫡姐，好让本公主惩罚你的嫡姐吗？公主恕罪，臣女冤枉啊！臣女一向敬重嫡姐，绝不敢陷害嫡姐。冤枉？你不敢陷害你的嫡姐，那就是故意藏了银针，想破坏本公主的生辰宴，惹本公主的皇帝心疼你，宣示主权呢？不，臣女没有，臣女不敢。风家和微女眉心，开始质疑自己，真的是他看错人了吗？四皇帝，你还不回问？是臣弟鲁莽啊！臣弟明日自会去父皇那里请。元瑶，怎么办呢？这年锦心再不是东西，也是咱们护国公府的人，这会儿搞得这么狼狈，不是平白害咱们护国公府丢脸吗？公主这会儿大怒，元瑶不敢插话。各位，今日是我将银针一早藏于绣鞋之中，想要借着跳舞之机，假借脚伤诬陷嫡姐，想让公主治罪于嫡姐。各位千万不要学我，往后我年锦心定好好做人。敢承认错误，倒是能屈能伸。不过这死罪可悯，活罪可难饶。
既然脚伤了，那就伤得更彻底点儿，否则不长记性。要上什么刑罚好呢？拖下去，上老虎凳。拜见玄王殿下。皇帝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对人。也是，毕竟这不要命的狗东西诬陷的是你未来的王夫。咦，昭雪也在。拜见长公主。皇帝，你和昭雪怎么一起来的？谁？昭雪啊，不是和你一起来的吗？门口偶遇的，本王不认识他。回禀公主，今日臣女身子不适，所以赴宴时来晚了。恰好在宴场门口遇见了玄王殿下的马车，便跟在玄王殿下身后一起进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既是误会一场，那你们便先入席吧。殿下，让个位。殿下真是到哪里都万众瞩目耶。贺奖。我听说昭仪公主是你亲姐。那昭仪公主会知道我的医术，是你说的？让本王的皇姐欠你人情，对你来说没有坏处。可昭仪公主说我治不好她的病，她会杀了我。你是有着别人杀的人吗？多谢玄王殿下高看。皇上驾到，庄妃娘娘驾到。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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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免礼吧。今日是昭仪的生辰宴，朕忙完了国事，便来看一眼，大家无需拘礼。哦，雪儿，今日你出席你皇姐的生辰宴，朕倒是不意外，但是你坐在那里，朕倒是有几分感兴趣呢。回禀皇上，儿臣身边之人是年府嫡女年元瑶。年元瑶？啊，原来是你未过门的王妃呀，那朕就不意外了。臣女年元瑶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皇帝似乎心情不错，摆了摆手，示意年元瑶起身坐下。雪儿，你的眼光很好啊。暖暖，进来。玄王殿下是怎么回事？怎的总喜欢出现在别人的闺房呢？本王出现在别人的闺房的确不正常，可出现在你闺房却是合理的。离毒发时间甚远，那玄王殿下这次来所为何事啊？刚才你在花园里侃侃而谈男人的话，不可信吗？这话有什么不对吗？那本王说这次来找你是来带你去大赚一笔的，你信吗？信，自然信。八仙我那日在森林里救了殿下，救的还真值啊！这会儿不仅有殿下当我的靠山，还能跟着殿下赚钱，我的命可真好啊！哎，话说是谁那么大的胆子，敢行刺殿下呀？本王自幼起身边便有无数行刺之人，本王已经习惯了，你也要习惯。放心吧，一般人还动不了我。对了，殿下刚才说带我去大赚一笔，去哪赚？白鹿城。白鹿城离皇城至少需要1天半的路程，可我还要每日给昭仪公主针灸，刻不开身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无妨，带上皇姐一起便可。你离开的这几日，灵朝会贴身保护你的母亲。翌日，年元瑶一早便起身，收拾了一些轻装，便从护国公府的后门离开。出门时，风玄庭的马车已经在后门等候。出门在外，不必多礼。皇帝，你可真会挑时间呢。偏偏元瑶如今每日都要帮皇姐针灸，这会儿啊，
害得皇姐一把年纪了，还得跟在你的屁股后面乱跑。辛苦皇姐了。算了，也没什么，反正白鹿城也挺好玩的，就当是出门散心了。到了白鹿城，本公主自个儿逛自个儿的，绝不会打扰你们小两口。元瑶只要按时给本公主针灸吃药就行。颜元瑶撩开了门帘，看着外面的打斗，发觉这些杀手全部是1等1的高手。颜元瑶闻着空气中的幽香，是曼陀罗花酿成的毒粉。这次的杀手准备还真是十足。有杀手发现了马车中的颜元瑶，挥刀朝着颜元瑶的方向冲了过来。有毒！真是些不要命的东西。走吧。元瑶，你也会武功？六丑小技和公主比起来不足挂齿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会儿本公主对你越发好奇了。你不仅会医术，会毒术，更会武功。莫非这些年年国公都在秘密的培养着你？说来话长，以后有时间慢慢说给公主听吧。待会儿元瑶替本公主针灸过后，你们便去忙自己的吧。本公主刚才看到街市挺热闹的，准备去逛一逛。好，本公主吃饱了，让灵犀跟着本公主，你们去忙吧。吃饱了吗？还没。颜元瑶扒拉着碗里的南瓜粥。是吗？你吃。好吧。我吃好了。那就走吧，本王带你去赚钱。走在白鹿城的街头，颜元瑶看这里的百姓虽不如皇城的多，可这街市的布置却也是繁华至极的。街市上面各式各样的吆喝声、买卖声不断的传来，还有一阵阵街边小吃传来的香味。风玄庭走在前面，走了几步后，发现身边的人不见了，回身看去时，只见颜元瑶正停在一个卖荷包的摊位上，左挑右挑，选着荷包。原来她也同普通女子一样，是喜欢这些东西的。完了，我好像没带。不用找了。陛下，好看吗？要不要送你一个？颜元瑶将荷包递到风玄庭的面前，风玄庭扫了一眼这2个荷包，花花绿绿的色泽，实在受不了他的眼。但是颜元瑶问了他，他却又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，随手拿了一个粉蓝色的荷包。到了。来这里赚钱吗？走吧。继续。接下来的几把开庄之中，男子次次都输，却又次次继续投身，一盏茶下来便输了100两银子。这男的是郑仁清的大儿子郑华文。好好的，这郑华文怎么会在这里赌钱啊？郑仁清3个月前派郑华文来接管白鹿城的生意，却不知这白鹿城新开赌坊，若是没有一定的自制力，是极容易投身进赌场的。于是本王在1个月前将眼前这家甘泉赌场买了下来，并且找了人将郑华文引了进来。玄王殿下可真是个腹黑之人呐，被你盯上的人怕是都逃不脱你的手掌心吧？也许吧。那这1个月里，郑华文输了多少钱？3万两。啊？这么多钱啊？那他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钱拿不出，那就拿家产来抵，总是能抵到2、3万的。颜元瑶，本王欠你的人情会一一补偿给你。可我还未调配出真正的解药，殿下并不算欠我人情。欠不欠你的，本王说了算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找郑公子聊聊。我就说嘛，堂堂郑家怎的拿不出3万两雪花银？郑公子果然没让小的失望呀。这是他爹存在钱庄里的存款，这会儿被他全部拿了出来，等他爹知道了，一定会打死他的。好了，钱也交清了，郑少爷可以走了。
啊，都给我。原本想着是来大赚一笔的，可真拿了钱，却又觉得这钱沉甸甸的，烫手。喏，这些给你吧，我用不了那么多。不必，本王不差这些。你们才回来呀？本公主今日可买了不少的好货呢。元瑶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好啊，公主都买了些什么呀？喏，一些胭脂、唇脂，还有一些别致的首饰之类的。殿下，方才属下看见郑华文匆匆回皇城了，嘴里念叨着要去找他姐姐。少爷，咱们现在该怎么添上这些钱呀？我怎么知道？少爷，王仁小姐最疼你了，咱们要不找她救救急？哎呀，姐姐最疼我了。况且这么多年，她嫁去护国公府，你得了不少赏赐，一定能够给我凑一点银两出来。走，咱们这就回皇城。殿下，那我们是连夜启程，还是休息一晚再走？别急呀，听说今夜白鹿城有花灯会，我们明天再走吧。花灯会？那是什么？就是放花灯许愿呢？民间不都是这么玩的吗？昭仪公主诧异，颜元瑶竟不知道花灯会。那就休息一晚吧。风玄庭见他们要逛花灯会，自然也不阻拦。哇，好美啊！真的好美啊！不吃了，咱们先下去看看吧。灵犀不得不感叹，这个年大小姐还真有一股神奇的魔力，不仅让殿下一直记挂在心上，更是让昭仪公主露出这样孩子气的一面。要知道，整个皇城的人都知道，惹谁也不能惹这对姐弟，简直堪称魔鬼。姑娘，这里有莲花灯、兔子灯，你们可以挑选一下。这个吧，给本宫，给我2个。灵犀啊，看在你白天陪我逛一天的份上，我给你买了一个花灯，咱们一起去放花灯吧。昭仪公主将兔子灯塞到灵犀的手里后，便匆忙拉着灵犀离开。姑娘，兔子灯没了，只剩莲花灯和龙凤灯了。这龙凤灯是1对1卖的。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你要买2个灯？这个好看。这凤灯可真丑啊，还不如莲花灯呢。但风玄庭喜欢，还又能说什么呢？谁让人家今日还带他大赚了一笔呢？颜元瑶忽然觉得自己可真怂啊，怂到家了。不错，灵犀，你的愿望也太简单了吧？这属下只能想到这么多了。哎，公主，你写的什么愿望？灵犀问完，便觉得自己问唐突了，连忙道：属下该死，请公主责罚。我让灯神赐我一个知心之人，无论多久，我都可以等。这个男人都是3妻4妾的时代，想找一个知心之人是多么的不易。怪不得昭仪公主年过25还没有成婚，原来是在等着那一个人。颜元瑶想了一想，不准备将这个愿望写在花灯里，于是提笔时写了一个：愿早日寻到仙草，解殿下之毒。你的愿望就这么浅薄吗？浅薄？殿下为何如此形容？没什么。灵犀，你快看，皇帝这一次啊，是真的栽了。陛下，昭仪公主给你买的。本王不吃这种东西。你吃吃看嘛，挺好吃的。昭仪公主特意给你买的，吃一个也好啊。吃吗？本王不吃了。哦，那好吧。转转，剩下的你吃，不准浪费。这一串糖葫芦也不能浪费吗？为什么每次和风玄庭在一起，他就有种自己智商变低、脑子不太好使的感觉？最终，颜元瑶当着风玄庭的面吃了一颗糖葫芦。要死了！我居然把风玄庭那个魔鬼扑倒了，还他妈亲了他！他可真是不小心摔的。对，风玄庭这么大度的人，一定不会误会什么的。各位真不错啊。
你们都没有异议，那哀家便当你们默许了。就从这一排开始吧。好好把握住机会，知道吗？盛昭雪咬了咬唇，眼内划过一抹不情愿。他要的明明不是这些人呢。臣女才艺不佳，今日抚琴一曲，祝愿太后娘娘福寿安康，寿元无量。好。不错，此琴音只因天上有啊，朕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琴音。李道海，赏。臣女谢过皇上，谢过皇后娘娘，谢过太后娘娘。余光瞥见皇子座位那空着的位置，心底微微有些失落。若是玄王殿下能听到自己的琴声，那就好了。启禀太后娘娘，臣女自认才艺不佳，斗胆有个提议。你说。臣女想着，玄王殿下未来的王妃，护国公府的年大小姐，一定有什么过人的才艺吧，才会让玄王殿下为之倾心。臣女想见识一下年大小姐的才艺。母后啊，这个孩子上次儿臣在昭仪生辰宴上见过一次，印象倒是不错。是吗？哀家其实对这孩子也着实好奇。玄儿能看上的人，那定有过人之处啊。皇上和太后娘娘过誉了，臣女其实也没什么出众的才艺，实在登不上台面。年小姐这话说的谦虚了，你的话是指玄皇兄看上你是他没眼光，看走了眼吗？我玄皇帝有没有眼光，自有时间印证，旁人多嘴上。臣女不善歌舞，只会一个小技艺，但这等场合表演，实在难登大雅之堂。哦，什么技艺？臣女小时候顽皮，对歌舞没什么兴趣，时常跟在父亲身后看着父亲练舞，因此学会了射箭。好，厉害！封地见到此景，夸赞一声。比起歌舞，他更欣赏这类女子。麻烦来4个人，推着箭靶来回行走。什么？你这不是要害人吗？不会，我若不小心射中了人，我以死谢罪。年元瑶听着这些迅速移动的脚步声，毫不迟疑地射出了一箭。飞箭连射，尽数射在靶心。年元瑶摸着弓箭，微微松了口气。这下子应该算是过关了吧，至少也不会扫了太后的兴。国公大人，你的女儿果然出众啊！也不知道玄儿有没有见过自己未来的王妃有如此英姿飒爽的一面。儿臣有幸来的正是时候。还真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，说来就来，说消失就消失。皇祖母，玄庭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你能到宴场，哀家就高兴了。玄儿，今日来可有给你皇祖母带了什么贺礼啊？贺礼不贺礼的真不重要，玄庭心中能惦记着哀家，对哀家来说已是最好的生辰礼了。玄庭今日确实为皇祖母准备了一份贺礼。听闻皇祖母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，这难道是真的是87神仙卷？这是真迹。皇祖母，这幅87神仙卷是玄庭3日前在幽云国的一个道观内所得，因此耽搁了回程，宴会中途才到场。玉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幅87神仙卷只要看一个地方便可看出是真是假。哀家找寻这幅画几十年，直到只有真迹上面最底下隐约刻着2个字：道玄。道玄呀，便是这幅画的原作之人。层次丰富，精致而不繁琐，画面整体清秀而富丽，果真是难得一见的好画。这么多年，今日是哀家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辰宴了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是玄儿有本事，先入座吧。殿下好本事，连失踪多年的87神仙卷都能寻出来。
你知道是谁替本王寻到的吗？谁？白白，喵，是你帮殿下找到的80匹神仙眷啊？你这么厉害？那当然啦，我可是世间唯一的一只灵猫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无所不能。喵，小姐姐，我的师傅不要我了，以后我就跟着你，好不好？师傅说过，这个小姐姐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，而且这个小姐姐身上有好吃的干果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别嘛别嘛，作为你的灵宠，我先送你一个见面礼吧。什么见面礼啊？渡你内力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能不能先给我吃几颗干果？这茶里放了什么？喝了就知道了。暖暖，不怕本王毒死你？毒死了我，谁来给殿下调制解药啊？运息。啊，运息。气沉丹田。感觉怎么样？原来这就是有内力的感觉啊。暖暖，那只灵猫传你的可是凝聚了100年的内力，你可不要浪费。100年？走，去用膳。唉，所有封王的皇子，府邸都如你这般奢靡吗？他们不如本王有钱。好吧，颜元瑶又一次被堵得无言。无妨，暖暖不是外人。莫名的，心中还真有股暖暖的感觉，但下一秒反应过来，颜元瑶又觉得自己有病。自己知晓风玄庭的鬼血统制度，如今与风玄庭是相互合作的关系，对风玄庭而言，自然是可以信任之人。云公子来了密报，称轻隐卫在天际国境内出现，似是有人的神物的线索。殿下，我们是否要追踪？不必，天晋国有云少在，他会安排。铃铛响起，这翠竹林的阵法自会消失，你可来去自如。反正以后这座府邸也是你的。当你不在府中时，我自会前来搜刮你的好东西。好。小姐姐，你怎么会喜欢玄王那个冷冰冰的木头块？喜欢？谁说我喜欢他了？啊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？这能和喜欢挂钩在一起吗？当然，那天我问玄王，他说成婚后不会与你和离，那你们岂不是要一辈子在一起啊？那你们不还得生孩子吗？不喜欢的话，怎么过得了一辈子啊？灵猫太通灵了，似乎也不太好。这些个问题他该怎么回答？风玄庭估计也就是随口一说，不会和离而已吧。等哪天他彻底给风玄庭解了毒，那他们的契约就结束了，自然就各归各位了。早上好啊。心情不错。还好吧。你一大早的来找我，有事吗？本王已经和年国公打过招呼了，即日起你便搬入玄王府入住。为什么？是你体内的毒性不稳了吗？不应该呀。听说你昨夜遇刺，国公府的护卫太弱，万一你哪日一不小心被刺客弄死了，本王体内的毒可怎么办？我没那么弱，如今并未到我们婚约的日子，贸然入住你玄王府，旁人会如何非议我？你的意思，本王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想提前成婚？别，我还想等着在婚约之前替你找到解药，还我自由之身呢。你说什么？自由之身？他还想自由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年暖暖，你可真是没心没肺。这一大早的，什么鬼啊？玄王殿下说的是，元瑶总是冒冒失失，
让袁瑶提前去你府中学习一下宫中规矩，这确实是有必要的。那就如此说定了。玄王殿下有何需要，可尽管开口，老臣一定配合殿下。袁瑶，距离你嫁进玄王府不到3个月的日子了，你确实该先进玄王府，跟着管事嬷嬷好好学学规矩，以免将来在皇上皇后的面前失了分寸。袁瑶，你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去哪儿？游湖。你还有这种兴致？不行吗？可以啊，不过不能游得太晚，我还要去公主府呢。你对皇姐可真上心。怪不得皇帝说今日袁瑶会晚些来公主府，让本公主自己找地方玩去。原来是带着袁瑶来游湖了。这么多年，玄王殿下总算是开窍了，也知道带小姑娘来游湖了。小心些。不要紧，我水性好。是开窍了，这袁瑶这个小傻子呀，根本看不出来皇帝喜欢她。袁瑶虽然聪明，可毕竟是个刚出阁的小姑娘，哪里懂这些？这可不行，本公主可得帮皇帝一把。颜元瑶正因为看到一条大鱼而开心。原来，风神亭见年元瑶掉进湖里，立即纵身跳进了湖中，被巨浪卷入湖底。原本识水性的年元瑶正准备游上来时，右脚却被湖底的水草缠住。这具身体许是许久没有入水过，很快自己的双腿便酸麻起来。年元瑶整个人忽然使不上力气，越来越多的水呛进了嘴里。年元瑶感觉到身体有些吃力，正有些支撑不住时，一双手忽地揽住了自己的腰。意识迷蒙之时，年元瑶感觉到自己的唇瓣被堵住，紧接着有气息缓缓地注入进了自己的身体。公主掉下去这么久，不会出事了吧？不会有事。咱们先撤，确认他俩没事，他还是先溜了比较好。殿下，年小姐醒了。水性很好。果然，话不能说得太满，下一秒就被打脸了。脑海之中忽然闪现出了一个在湖底时的画面。殿下，年小姐刚醒，先让她吃点东西吧。你先出去。是，殿下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如果你的手还能举起来的话，你就自己来。话落，颜元瑶抬了抬手，发现双手一阵的酸麻，根本抬不起来。你被长气形成的水浪震伤，要过几个时辰才能复原。长气？颜元瑶微拧眉心，难道又是那些刺客？先吃点东西。这里是清玄阁，以后由灵音负责你的饮食起居。奴婢灵音，王妃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尽管吩咐奴婢。是个会说话的丫头，该赏。我有些困了，我先睡会儿。殿下，小的去了公主府，金嬷嬷说公主进宫陪太后谈天去了，不在府中。让皇姐以后不准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啊，金嬷嬷说长公主也是好心，想给殿下创造机会，这才想了这个办法，请殿下不要恼公主了。灵音，殿下请吩咐。皇上照顾好她，有任何情况立即来禀报本王。是，殿下。殿下特意将我从云公子手里召回，原来是来让我照顾玄王府女主人的。咱们殿下这回是动真格的了。王妃醒了，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在玄王府中，灵字辈的护卫是不是都是最厉害的？灵朝、灵犀、灵音，算是吧。
奴婢昨日才从天境国被紧急召回，回来后，王爷便吩咐奴婢以后贴身伺候王妃。天境国，殿下的天境国也有秘密分支。殿下的好友云少公子在天境国，这些年奴婢都在云少公子身边伺候。殿下说过，年小姐想知道什么就告诉年小姐什么，不用隐瞒。对面房间的门被打开，一道颀长的身影从门内走了出来。凌音见状，轻笑一声，连忙闪身离开。看着越走越近的风玄庭，年元瑶抿了抿唇，莫名的心跳有些加速起来。睡不着？有些不习惯这里。如此，要提前习惯也好。殿下这话的意思，是真要按照皇上的圣旨，要娶我为妃？你确定你想好了？他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年元瑶说这样的话了。你不想与本王成婚？难道你想？你不想与本王成婚？难道你想？暖暖，你是国公府的嫡女，你的婚事从来都由不得你做主。与本王解除婚约，你仍旧会被安排给别的权贵。若你反抗，必是死罪一条。与其像颗白菜被人挑挑拣拣，你不如老老实实的做玄王妃。至少本王不会亏待你这个合作伙伴。仔细消化了一下风玄庭的话，风玄庭的话不错，挂着玄王妃的头衔还不吃亏。只是为什么心里感觉那么不舒服呢？越想年元瑶越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矫情。我困了，我先回房了。明朝，属下在。明日天靖国之行，本王亲自去。殿下不是说要在府中陪王妃吗？问完，凌朝便觉得自己多言，连忙退了下去。元瑶，听说皇帝今日外出了，本公主便来玄王府探望探望你。我没什么事，要是昨日不小心落湖，我都没去公主府给公主针灸。本公主基本已经痊愈，以后自己也会多加小心的。即日起便不必再去公主府给我针灸了。颜元瑶微微点头，一早起来便听灵医说风玄庭有事要外出几日。颜元瑶忽然间心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。你和皇帝有什么进展吗？啊？进展？昭仪公主见他这么问，便知这两人还没什么进展，微微叹了口气。哎呀，真是可怜，落花无意呀。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男子啊？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突然好奇，就像本公主年过25，还未找个驸马成婚，就是因为本公主瞧不上一般的男子，觉得那些男人都俗气。你呢？你是怎么想的？颜元瑶听闻，仔细想了想自己心中喜欢的男子类型，莫名的脑海中浮现满满一堆风玄庭的脸，一定是自己近来接触太多风玄庭了，才会想到这些的。昭仪公主最终也没在颜元瑶嘴里问出什么，只能暗叹风玄庭的追妻之路有些漫长啊。对了，太后娘娘的身子如何了？在那日肺病发作之后，皇祖母的身子便有些虚弱。严嬷嬷说，近几日皇祖母都没下过床。不下床那可不行啊，容易双腿浮肿，那可不利于身体恢复。当真？颜元瑶点头。最终，昭仪公主拉着颜元瑶一起进了宫。王妃，你回来了。殿下这几日都在天靖国云公子那里，早上刚传了书信，说要晚几日回来。听风玄庭说要晚几日回，颜元瑶微微垂眸，莫名的心里有一丝空落落的。既然殿下不在府中，那我这几日便回年府住着吧，正好陪陪我母亲。王妃，
那可不行啊！殿下吩咐过，近段日子王妃都要待在王府里。凌云忽然想到灵犀说的，殿下现在一心栽在王妃的身上，他还是听王妃的话吧。不过王妃要是想回府也行，得把奴婢带上，可好？好。孟哥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表姐，你怎么上来就骂我呀？我若是忘了你的恩，这会儿你还在芳华阁禁足呢，哪儿还能坐在这里喝茶聊天呀？白孟哥，若非我抬举你这个不上台面的东西，你这会儿还是白家的一个私生女，哪来今日的好日子过？如今你过河拆桥，竟然惦记上了我的芳华阁。拜见大小姐。怎么，郑姨娘你不愿意交换住处啊？大小姐，这芳华阁是妾身住了10几年的地方，都有感情了，怎么可能说搬就搬？感情这种东西最不值钱。当初元瑶与母亲在碧落院住了那么多年，最后还不是说搬去北院就搬去北院了？大小姐说的是，何况这整个年府都是老爷说的算，老爷说什么咱们就该听什么。大小姐，锦心即将嫁入嘉王府，嘉侧妃的母亲住的落魄，此事若传出去，不仅丢了锦心的脸，也坏了咱们国公府的名声。哼，你们母女2个坏国公府名声的事情做的还少吗？大小姐，锦心即将嫁入嘉王府，嘉侧妃的母亲住的落魄，此事若传出去，不仅丢了锦心的脸，也坏了咱们国公府的名声。哼，你们母女2个坏国公府名声的事情做的还少吗？你们，锦心，你来了。娘，既然二娘想住在芳华阁，你就让她去住吧。水仙院重新修缮一番，也有别致的风味。好啊，反正咱们郑家有的是钱，修个院子也花不了多少银子。玄王殿下怎么没陪姐姐一起回府啊？我们殿下外出办事去了。是吗？可今早锦心在南仙湖游湖的时候遇见了玄王殿下，玄王殿下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子。原本锦心以为是看错了，可听你们这么说，锦心觉得应该是没看错的。这有什么的？玄王殿下那种人身边有几个女人不是很正常？正妃是有了，那侧妃以及妾室不都还空着吗？玄王殿下还知道陪红颜知己游湖，嘉王殿下怎么许久不来府里与妹妹见面了？看来皇上时常传嘉王殿下入宫，殿下自然没时间来见妹妹了。还是玄王殿下安逸呀，一边让姐姐住进王府，一边陪红颜知己游湖，真是尽享其人之福啊。玄王殿下只不过比嘉王殿下早一步享着其人之福而已，早晚还会有个嘉王妃进府陪你，这个安逸嘉王殿下也会有的。锦心，不早了，先陪娘去收拾东西吧。那我们先走吧。白夫人怀孕了。是啊，发现的时候刚怀不久，这会儿还不满2个月呢。恭喜啊！刘姐姐，刚才你说陪我去选集匹布做衣裳的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先去吧。哦，好呀。刚才那个年二小姐属实过分，殿下明明早上传了飞鸽传书，称还在天靖国呢，怎么可能会在南仙湖游湖？不笃定的事情，严谨些是不敢拿殿下做文章的。王妃，你可千万别信他的。奴婢跟在王爷身边多年，只见王爷对王妃上心过，其余的从未见过王爷有任何一个红颜知己。林烟，你不用与我解释那么多，我和你们王爷的关系其实不用往深处去想。颜元瑶正准备往凌烟他们的方向而去时，一旁忽地拂起了一道微风，随即有3道身影从天而降。本王来晚了。殿下及时赶到。怎么，不感谢本公子吗？多谢云公子出手相助。云公子，颜元瑶微挑眉梢，
原来眼前这白衣男子就是传说中的云公子云韶。还有我，女子身着一袭黑色长裙，肌肤细如温玉，容貌美艳，裙摆随微风飞舞时尽显诱人的风景。老身拜见玄王殿下，今日多谢玄王殿下相救。老夫人免礼。老爷、母亲、孟哥没事。那就好。大小姐今日真是惊呆我们这些人了，这绝世武功不知道是在哪学的。什么绝世武功？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大小姐不知在哪偷学了神功，今日与那些刺客对打时，不仅耍了轻功，还一掌就把黑衣人给打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元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上天赐的神力吧，一不小心就使出来了。你，自己这个女儿在北院住了10年，从未接触过武学，怎会武功？莫名的，年成明忽然想起在端华太后的生辰宴上，颜元瑶蒙眼射箭的一幕，一股骇然在心头划开。王妃，殿下在瑶光阁等你。好。怎么？大姐，妹妹没想到玄王殿下的红颜知己竟也是个厉害的女子。就是今日那个叫朱雀的黑衣女子啊。那日妹妹便是亲眼看到她与玄王殿下在南仙湖游湖的。今日她还同玄王殿下一起救了我们，可真是缘分呐。哼，既然知道人家救了你，那你就想想该怎么谢谢人家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走在去瑶光阁的路上，颜元瑶的脸色不太好看，眼前满满浮现朱雀眉眼间的一颦一笑，是个风情又不可多得的美人，也难怪风玄庭会喜欢。嘿，玄王妃来了，快坐快坐。云公子，久仰。久仰久仰。本公子在天靖国时，听闻玄王殿下觅得一奇女子，那可真是好奇啊。如今百闻不如一见，确实不一般呐。云韶，你话太多了。都把我掳来这里了，还不许我多看两眼你的女人？阁主，你太热情了，别把人家吓到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只对自己人热情。颜元瑶原以为传说中的云公子云韶会是个清冷至极的人物，哪知竟是活宝一个。余光瞥到坐在一旁含笑的朱雀，颜元瑶不禁想起年锦心方才说过的话，再看一眼朱雀身边坐着的风玄庭，心中莫名有些失落。暖暖，看来你的身体很适应那百年内力。颜元瑶微微点头，这会儿面对着风玄庭，只觉得心内酸涩的很，不知道该要说些什么。朱雀，天气不错，陪本公子出去走走。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殿下不是在天靖国吗？怎的突然回来了？本王近日从未去过天靖国。是吗？那是元瑶会错意了。颜元瑶语染讥诮，发现自己第一次竟不得不相信年锦心的话来。转念，颜元瑶又告诉自己，这一切都和自己没关系。我有些累了，殿下若无事的话，先请回吧。确实，他也没说谎。他的体内忽然翻江倒海，难受的厉害，整个人也是十分晕眩，快要支撑不住了。在快要进门的一刹那，颜元瑶忽的眼前一黑。今是第一次动用体内的百年内力，耗损太大，身体吃不消才会晕过去的，没什么大碍。顿了顿，白白仰头看着风玄庭，皱起眉头，一脸不悦。这么看着本王做什么？听说你前几世和那个黑衣女子在一起游湖。哼，果然被年锦心那个坏女人说对了。
你们男人真是没一个好东西！你有了我家小姐姐这么漂亮的女子做王妃还不知足，竟然还想纳妾，真是太过分了，气死我了！谁说本王要纳妾了？难道不是吗？那你骗小姐姐说你在天靖国，实际在南仙湖陪那个朱雀游湖，真是个骗子！游船上云韶也在，还有朱雀喜欢的人是云韶。灵猫白白没想到会是这样，发愣了一会儿。完了，那我家小姐姐十有八九是吃醋了。吃醋？听到这2个字眼，风玄庭往床榻上的年元瑶看去，莫名阴郁了几日的心情有些许的舒缓。年元瑶醒来时，浑身那股吃力疲乏的感觉已经消失，抬了抬眼看了四周，只见风玄庭正安静地坐在自己房间的摇椅上，闭眼小憩着。什么时辰了？某时了。你在这里待了一夜吗？颜元瑶微垂着眸子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隔了一会儿，颜元瑶对着风玄庭道：“我已经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”风玄庭闻言也不多说什么，唇角微微勾起一抹淡笑。也好，正好朱雀还有事要禀报本王。听到朱雀二字，颜元瑶的眸光微明，没说什么，只听到一声关门声，风玄庭走了，去见朱雀了。颜元瑶重新又躺了下来，心间莫名的有种抓狂的感觉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感觉心里闷得慌？小姐，这不是去瑶光阁的路，我们要去哪？天气好，出府走走。对了，凌嫣人呢？林英姐姐受了伤，未免留在府中叨扰小姐，便回玄王府养伤去了。说等伤好了再来伺候小姐。我过几日再去看她吧。经过前厅时，年元瑶碰见了外出回来的正室与年锦心。哟呵，大小姐，这是要出门呀？有事吗？昨日锦月多亏了大小姐，这份救命之恩，妾身可不敢忘。今日特意去彩灵轩取了一只新制成的步摇，来送给大小姐。多谢这一娘好意了，这么美的步摇，还是留着你自己戴吧。大小姐是不是瞧不上妾身的礼物呀？这可都是彩灵轩新品啊！方才玄王殿下都带着朱雀小姐在彩灵轩挑选首饰呢。哟，瞧我这张破嘴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姐，你不要将我娘的话放在心上，她是胡说的。就是，妾身胡说的。妾身根本没在彩灵轩见过玄王殿下和朱雀小姐，看差眼了。锦溪妹妹，近来你见过嘉王殿下吗？姐姐真健忘，妹妹不是才刚说过，嘉王殿下近来一直被皇上传唤吗？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圣丞相近来与嘉王殿下走得很勤呢？圣相府是不是还有个嫡女没出嫁呢？说完，年元瑶绕开了年锦溪母女，抬步出了年府。娘，她的话什么意思啊？盛昭雪要嫁给嘉王殿下？别急，娘想办法去打听一下。皇城街头，年元瑶连走了2条街，都没有逛过一个铺子，身后的玄珠有些腿酸，边走边忍不住问：小姐这是要去哪呀？随便逛逛。小姐，前面就是彩灵轩了。闻言，颜元瑶蓦地停下脚步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快走到彩灵轩了。这是要干什么？是要去见一见风玄庭和朱雀和谐相处的画面吗？颜元瑶对自己有些无语，转身随便进了一家胭脂铺子。这位小姐看着面生呢，小店今日刚到一批胭脂，您可以选选。好，这些都是新货，品质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和隔壁彩蝶轩一样涂了烂脸。这几个给我包起来吧。这边还有唇脂和水粉呢，要不要一起看看？两位贵客怎么样？新货都还满意吧？两位贵客怎么样？新货都还满意吧？这些颜色都不错，我都喜欢。
那就都包起来吧。看到眼前两人并肩而立的这一幕，美好又和谐，宁元瑶下意识的要走出去。年小姐，真巧啊！瞥见身后柜台上放着的胭脂水粉，风玄庭看向老板娘，一起付。老板娘看了一眼年元瑶，不必，我还要买一些其他的，你们逛你们的。玄珠，你也来看看，这有喜欢的，一起挑选吧。见年元瑶做这些反应，风玄庭莫名的心情大好。前面有家茶楼不错，要去饮茶吗？好啊，年小姐要一起吗？不必了。哎，真是的，这青天白日的，本公子竟然还要从屋顶溜走。哎，也不知道这招对那小暖暖管不管用。短短一盏茶的时间，年元瑶几乎要将柜台内的纯汁都买完。一旁的老板娘看到此景，快要笑得合不拢嘴了。买完后，年元瑶吩咐老板娘晚点将买的东西送去年府。原来是年小姐，民妇有眼不识泰山，今日招待不周，给年小姐请罪了。无妨，你也没有招待不周。今日这些胭脂水粉就当是民妇送给年小姐的见面礼吧。刚才年小姐给的银票拿回去吧。不必，你做你的生意，我买我的东西。年元瑶离开了胭脂铺后，没有先回府，仍旧在大街上逛着。只是每经过一个茶楼时，年元瑶都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，想要试探性地感知一下是否有风玄庭的气息。隔了一会儿，年元瑶觉得自己有些魔怔，竟会有这种想法。年元瑶，来，上来。见景王找他，年元瑶也不好推脱，抬步进了茶楼，往2楼走去。我说玄王殿下，这小暖暖怎么被你弟弟给叫走了？年元瑶进门后，风景晨亲自给年元瑶倒了杯茶。今日真是好巧，难得出门饮个茶，还遇见了三嫂呀。一声三嫂，叫得年元瑶鸡皮疙瘩泛起。景王殿下还是和刚才一样，叫我名字吧。元瑶，你会下棋吗？会。哎，这落子落得妙啊！瞬间本王就由下风转为上风了。颜元瑶，你接着替本王下。厉害，本王今日刮目相看啊！我这下棋的本领是和我爷爷学的。年老先生，他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？也有多久没有见过爷爷了？自爷爷去世后，他原本想要将年家的医学和武学发扬光大，可却莫名的来到了这南夏朝。这茶也喝过了，棋也下了，我该回府了。玄公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小暖暖，真巧啊！你一个人吗？啊，和他们一起来的。那你们继续吧，我有事先回府了。别急啊，一起来喝杯茶吧。真巧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云少是江湖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影业阁的阁主，朱雀是他影业阁的左护法，他们两个都是本王很好的合作伙伴。真是荣幸啊！我也能成为玄王殿下合作伙伴中的一员。真是荣幸啊！我也能成为玄王殿下合作伙伴中的一员。哎，路漫漫其修远兮啊！年小姐，其实殿下和我……殿下，年府的李管家前来寻年小姐了。何事？啊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，白夫人小产了。她小产不小产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哎，府中许多人看见是大夫人推了白夫人，白夫人摔倒了，这才导致小产的。这会儿老爷勃然大怒，正在教训大夫人呢。小姐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晚了夫人恐怕没命了。老爷，你不能再打夫人了，夫人是冤枉的。念成明，谁准你如此对待我的母亲？鸠凤英这个贱人，心思歹毒，
害死了孟哥肚子里的孩子，这等狠毒之人，我年成明容不下。今日就当着府中所有人的面，家法处置，以儆效尤。哼，孩子，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。元瑶，你实在放肆！你竟敢和你的父亲大打出手，真是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呢！严老夫人看着年成明有些敌不过年元瑶，苦恼地喊了一声。看着这等场景，郑氏等人都不敢说话。元儿，住手吧！逆女，今日我定要仔仔细细的清理门户。年元瑶直视着年成明，冷冷一笑：哼，清理门户没有问题，不过你确定你的白夫人是真正小产了吗？4名大夫统一诊治的结果还会有假？这里有一半的人都看到了是邱凤英这个贱人害孟哥小产的，这一点邱凤英别想抵赖。你想干什么？白夫人，你可真是位千古奇人呢。大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白夫人，你的身上好香啊。孟哥喜欢茉莉花香，所以平时他的衣物上都熏有茉莉花的香味。是吗？真的就只有茉莉花香吗？白氏张了张嘴，随即忽地捂住了小腹，一脸痛苦。老爷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来人，先送孟哥回芳华阁。等等，第一，这个逆女，你还要在府中兴风作浪多久？一个常年服用洋货和肉蔻的女子，身子早已变得阴虚内热，没了生育的能力。这会儿哪来的孩子给你小产？大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孟哥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大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孟哥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从你入府的第一日开始，你为了得到永久不衰的宠爱，便每日服用洋货和肉蔻，而你的身体本就阴薄，因此这洋货和肉蔻的香气便渐渐的从你身体内散发出来。你为了盖住这些香味，每日都用茉莉花的香味熏衣，对外则说身上的香气是来自茉莉花香。而你在府中经常见到的人则是我父亲，因此只要与你待的时间一久，闻多了你体内散发出来的洋货和肉蔻，便会产生一种催情的效果。因此父亲才对你极尽宠爱，甚至不惜封你为二夫人，因为你身上的香气已经让他完全对你痴迷。你自己也该知道，从你服用洋货和肉蔻的那一日开始，你这辈子就注定无法生子了。宠爱和子嗣，你只能二选一。白夫人，我说的对吗？大小姐，孟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大小姐，你凭什么如此笃定孟哥服用了洋货和肉蔻呢？只要抽他一点指尖血，凡是有点阅历的大夫一验便知。这4位可都是皇城内的名医，他们可都断定了孟哥小产。大小姐，你可有什么好说的？医者仁心，收钱做黑心之事，他们不配称自己为大夫。老爷，妾身真是委屈啊！好端端的没了孩子，却还要被如此污蔑，妾身不如死了算了。元瑶，从即刻起，你与邱氏这个贱人继续滚去北院住着，休得继续在府中胡作非为。好啊，国公大人不要后悔才是。拜见国公大人。张元潘，你怎么来了？微臣得到玄王殿下口谕，特意带着太医院所有太医前来国公府，替白夫人检查身子。老爷，你让孟哥去死吧！孟哥真的不想被人如此侮辱啊！孟哥明明是受害者，为什么一个个都要来怀疑孟哥呢？张元潘，劳烦你跑一趟，我护国公府的琐事
还是我们自己处理吧。回禀国公大人，玄王殿下口谕时还补充了一句，若是国公大人拒绝微臣的诊治，那么殿下只好去请皇上亲自来趟国公府了。还请国公大人识时务，不要推脱才好。老爷，若白夫人是真的小产，那让张院判他们检查一下身体，调养一下也是好的，养好身子，将来再怀身孕也好啊。毕竟张院判可是皇上的贴身太医啊。张院判，停！不要！你们两个帮一下忙。回禀国公大人，令夫人的身子没有过怀孕的迹象，倒是她的血液中含有不少洋货和肉蔻的成分在。怎么会这样？若白氏没有怀孕，那程明对邱氏所做的一切，造孽呀，真是造孽呀！张院判，该不会是玄王殿下授意你们这样说的吧？放肆！老臣是皇上的贴身御医，你质疑老臣，是否代表着在质疑皇上的眼光？贱妾该死，是贱妾嘴贱说错话了。哼，国公大人，令夫人的体质不易受孕，其也没有怀孕及流产之兆。今日这件事，怕是国公大人要好好处理家务事了。老臣就先告辞了。白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严成明狠狠扇了白氏几个耳光，恨不得将白氏一脚踢死来解心头之恨。颜元瑶看着此景，刚要出声，一旁的邱氏拦住了他，对他摇了摇头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元儿，扶娘回屋。冤枉的，一定是大小姐偷偷的给妾身吃了洋货和肉蔻啊，不然她怎么会知道？大小姐，夫人怎么样了？颜元瑶没有回答。白梦哥，死到临头，已经毫无悔改之意。大小姐，一定是你害的我，一定是你！一簪封喉。元瑶，颜元瑶此时身上透散出来的杀气，惊得身旁无人敢多嘴一句。元瑶，这件事情是为父的错，可为父也是受害者，为父被白氏这个贱人给蒙蔽了。热闹的看过了，罪人也清理了，各位还不散？颜元瑶的气场莫名压迫着每一个人。颜元瑶抿着唇坐在凉亭的椅子上，撑着下巴一言不发。云韶轻咳一声，这个有误会说开了就好，都是自家妇女的，小兰兰你就别气了。殿下可知我外公邱永安如今的下落？暖暖，如今还不适合替你外公平反。你外公之事时机未到，其中牵扯太多，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先前说邱永安被关在北燕国的密牢里，看来等得空之后，他得想办法去一趟北燕国。微臣有些话想与元瑶说。说吧。元瑶，你过来一下，为父说两句就走。元瑶，牺牲的差不多就行了，好歹我也是你的父亲，你让我这个护国公丢了丑，等于也是丢了你自己的脸。好歹是个护国公府嫡女，大家闺秀，你小心再如此任性，连玄王殿下都不愿娶你了。国公大人。玄王殿下。只见风玄庭仍旧坐在原地。本王要娶年元瑶，从来都不是因为她的身份。严成明身形一怔，一个是没想到风玄庭离自己这么远，还能听到他刚才说的话，还有便是全然没想到风玄庭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元瑶能够得到殿下如此怜爱，是元瑶的福分，只是府中闹了些不愉快，其中微臣与元瑶有些误会，微臣也是希望元瑶能够理解微臣的心情。国公大人，有些事情你好自为之。年元瑶跟着风玄庭去了玄王府。来到玄王府时，朱雀正坐在凉亭里与林音聊天。殿下，朱雀有要事禀报。事关北燕国密信。你先去书房等本王。是，殿下。暖暖，你先回房休息一会儿，本王去处理一些要事。年元瑶微抿薄唇，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云韶看了眼密报。唉，封帝近来频繁派人去北燕国见邱永安，
怕是对邱永安耐心已经到了极致。若邱永安再不交出玄机宝图，恐怕封地会结束他的性命。是，袁小姐若此时牵扯进去，必然会被封地的人给盯上，到时候定会惹上麻烦。云裳，让你的人继续盯着北燕国那里，若哪日暖暖出现在北燕国境内，定要不惜一切的办住他。还有，昨夜有一批暗卫秘密抵达了邱永安所在的密牢，对方是南下朝之人，但似乎不是封地派来的人。如今已有2拨人处在北燕国内，我想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北燕国，查探对方虚实。我现在就动身前往北燕国。严云瑶坐在清玄阁的院子内，百无聊赖的画完这一个杯盖，思绪全然放在了风玄庭书房的方向。虽说都是合作伙伴，可他好像除了给风玄庭解毒以外，就没其他用处了。朱雀好像更了解风玄庭一些。王妃，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朱雀姑娘和你们殿下认识多久了？算了算，还有7、8年了吧？这么久了？对呀，原先我在天靖国云公子那里的时候，朱雀姐姐就在了。朱雀姐姐很厉害的，所以殿下和云公子都很器重她。不过说起朱雀姐姐，奴婢还真是有点心疼她。怎么了？这么多年，鼎业阁所有人都知道朱雀姐姐喜欢云公子多年，云公子却从来不回应朱雀姐姐对他的感情。这云公子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在装傻？你说朱雀喜欢云裳？对呀，这似乎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了，唯独云公子不知道。可朱雀不是与你们殿下情投意合吗？严小姐，见朱雀忽然出现，身旁还站着风玄庭，背后八卦别人忽然被发现，颜元瑶有些心虚。朱雀与殿下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朱雀的心中最爱之人是云韶公子。颜元瑶原本以为，真如年锦心所说，朱雀是风玄庭心中的那个女子。我今日就要离开了，先前与殿下游湖还有逛街，都有云公子在场的，你不必往心里去。好好珍惜殿下对你的情谊哦。朱雀走了，颜元瑶在面对风玄庭时，总觉得自己心跳加速，连夜烫得厉害。暖暖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可能是天气热的缘故吧。见他有些失措，风玄庭微勾唇角，心情莫名的很好。跟本王来，本王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座药泉可帮你调理内息，你如今虽会运用你的内力，可还稍差些火候。颜元瑶蹲下身，仔细嗅了嗅里面的药味，光是闻着这些药，都有一种舒心的感觉。这泉水好甜，好喝。殿下，方才宫中传来消息，皇后娘娘的宫中新到了一些下局，因此特邀了一些千金贵人，明日前往祥云殿。据说已经遣人去护国公府，邀请王妃参加明日的赏菊宴了。好，我会准时去。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。明日怕又是不太平的一天。有本王在，不必担心。今日真是稀奇，听说殿下早晨就进宫上朝去了。他还需要上朝？自然，每个皇子封了亲王之后都是需要上朝的。只不过殿下特殊一些，可去可不去。算了算，殿下都快1年多没有去上过朝了，今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该不会是看王妃等会要进宫去参加赏菊宴，殿下才进宫的吧？这两人不是早就出府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大小姐，真巧啊！妾身与景欣刚去了政府的古董店里，给皇后娘娘挑选了几样古董呢。大小姐，你怎么是空着手来的？要不妾身再回古董店里给你捎一样带上。对了，老爷让妾身暂时接管了掌家之权呢，
大小姐应该也知道此事了吧？颜元瑶绕开正室，刚走了2步，正室又上前拦住了颜元瑶。放肆！敢挡我们主子的路，找死吗？颜元瑶绕开正室，刚走了2步，正室又上前拦住了颜元瑶。放肆！敢挡我们主子的路，找死吗？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锦溪，我们走。这女人真是蠢钝如猪。和宁皇后身居中宫，什么稀罕物件没见过，哪能瞧得上她的破古董？真当她的郑家富可敌国了吗？理她干什么？跳梁小丑罢了。我就是气不过，这年国公根本没有悔过之心，竟还让他的侍妾出来给王妃添堵。